今天这场婚礼注定不一般。吉斯兰一边走一边问：“你准备好了吗？”他这语气可一点不像在求婚。吉斯兰冷冷地说：“嫁给我这种人，以后后悔了可别怪我。毕竟在传闻里，他可是个冷血残酷的恶魔公爵。”吉斯兰给了最后一次机会，要是想逃跑，现在就是你唯一的路。可瑞秋根本没打算退缩，他直接把手搭了上去。瑞秋坚定地回答：“我不会逃的。从今天起，这个男人就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家人了。”李科喊了一声：“姐姐！”除了刚结婚的丈夫，瑞秋还有一个最宝贝的家人，就是他的亲弟弟李科。可谁能想到，在瑞秋经历过的那个未来里，等待他们3个人的结局，竟然是全军覆没，谁都没能活下来。既然重来一次，瑞秋绝对不会让悲剧重演。她看着眼前的丈夫和弟弟，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这一次，我一定要拦住这一切，谁都别想死，因为灾难之年马上就要到了。到时候，成群的魔兽会突然出现。瑞秋和李科的父母竟然是被魔兽害死的，可葬礼还没办完，那帮亲戚就开始打歪主意了。在他们看来，这哪是葬礼啊，简直是分家产的现场。李科才5岁，身上还带着治不好的病，这帮人就在屋里盘算着，等着孩子一死，家里的爵位和地盘该怎么分。这些难听的话全被门外的李科听见了，他觉得都是自己没用。李科低着头说：“姐姐对不起，要是我个正常孩子就好了。”瑞秋心里很清楚，这帮亲戚就是一群恶狼，但现在还不能发火。瑞秋安慰弟弟，让他先回房间，接下来的事他要一个人去面对了。在这个世界上，长着红色眼睛的孩子都被看作是被诅咒的异类。这种病叫红眼病，是因为在娘胎里就沾了瘴气，随着年纪变大，瘴气会一点点把人逼疯，直到最后没命。吉斯兰和李科都没能逃过这个诅咒，可对瑞秋一家来说，李科不是什么怪物，而是全家人盼了很久才得来的宝贝。为了治好李科的病，父母生前一直在拼命钻研药方，可惜还没等研究出结果，人就先走了。现在家里只剩下瑞秋一个大人，他知道自己必须撑住，无论如何都要护住弟弟。瑞秋推开门，看着屋里那帮各怀鬼胎的亲戚，瑞秋冷冷地问：“叔叔婶婶，你们说有重要的事要商量，到底是什么事？”叔叔冷笑一声：“听说你想当代理家主。”这帮亲戚果然没安好心，直接把瑞秋的后路给断了。在他们眼里，一个15岁的小姑娘根本没资格管这么大的家业。叔叔假惺惺地说：“还是让我来当你的监护人吧。”瑞秋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寄给国王的申请书竟然半路就被这帮人给劫了。他们为了抢地盘，连官府的人都买通了，这下真的没路可走了。瑞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阿洛伊斯笑了笑：“既然小孩子不行，那不是还有我吗？”这位远房表哥的出现，到底是救命稻草，还是另一个陷阱？阿洛伊斯手里拿着那份文件，直接拆穿了这帮人的谎言。他冷冷地看着叔叔说：“为了抢家产，连造假都干得出来，你们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既然这帮人想拿监护权说事，阿洛伊斯干脆当众宣布，这个监护人他当定了。叔叔气得够呛，只能带着人灰溜溜的离开。等外人都走了，瑞秋才敢问出心里的疑惑：阿洛伊斯怎么会突然出现？原来他早就看穿了这帮人的阴谋，还把躲在门后的李科也叫了过来。阿洛伊斯之所以愿意帮忙，是因为瑞秋的父母曾经是他在药理学上的老师，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阿洛伊斯看着眼前的姐弟俩，语气温柔的不像话。他说：“我已经把你们当成真正的家人了，咱们一起想办法把李科的红眼病治好，以后咱们3个人就一起生活吧。”瑞秋心里全是感激，他对着阿洛伊斯郑重承诺，自己一定会继承父母的遗志，把治病救人的药给做出来。接下来的日子，有了阿洛伊斯的监护和支持，瑞秋总算能坐稳代理家主的位置。他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研究上，没日没夜地翻看父母留下的手稿，试图从那些复杂的药理中找生机。可现实远比想象中残酷，哪怕他拼尽了全力，那份能救命的解药始终还是没能研制成功。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晃7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7年后的瑞秋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阿洛伊斯推门进来，轻声唤着他的名字。瑞秋赶紧迎上去：“阿洛伊斯哥哥，你过来了。”阿洛伊斯点了点头，开口第一句就是关心：“李科现在怎么样了？我能去看看他吗？”瑞秋心里很清楚，这些年要是没有阿洛伊斯，他根本撑不到现在。为了帮李科治病，也为了帮瑞秋挡掉那些冲着家产来的求婚者，阿洛伊斯甚至主动提出和他维持着一段名义上的婚姻。可李科的情况越来越糟了。瑞秋叹了口气，病情恶化的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虽然以前也有过活到30岁的先例，但那毕竟是极少数。李科现在才12岁，身体就已经快扛不住了。阿洛伊斯安慰道：“这种病的信息实在太少，大家都在刻意隐瞒它的存在，咱们能查到的线索真的有限。”瑞秋无奈地应了一声，两人一起走进了李科的房间，看着躺在床上的小男孩，瑞秋轻声问：“李科，你醒了吗？感觉好点没？”李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说：“今天感觉好多了，还不忘谢谢阿洛伊斯的关心。”可谁都看得出来，这不过是在强撑。红眼病恶化的太快了，现在的李科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种断崖式的恶化，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瑞秋看着弟弟，心里比谁都难受。雷娜把饭端了上来，可李科一点胃口都没有。瑞秋心疼坏了，端起碗想亲手喂他，结果李科的情绪突然失控，他大声喊着不想吃，只想一个人待着。这哪是发脾气，分明是快被病痛折磨疯了。等这一阵闹腾过去，李科总算安静了下来。阿洛伊斯低声说：“他应该是冷静了。”瑞秋轻轻应了一声，可看着弟弟这副模样，他心里很清楚，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阿洛伊斯临走前
还不忘叮嘱让瑞秋一定要好好吃饭休息，说自己晚点再过来。看着病床上的李科，瑞秋心里越来越没底，这病恶化的实在太反常了。就在这时，他发现李科手臂上全是红点，这下瑞秋彻底坐不住了。父母留下的资料里根本没提过会有这种症状，难道不是病的问题？瑞秋想找雷娜问问伙食的情况，却听说雷娜去了井边。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干脆一个人跟了过去。结果在黑灯瞎火的后院，他竟然看到了雷娜。更让他没法接受的是，雷娜对面站着的居然是刚刚才说要回家的阿洛伊斯。雷娜语气恭敬，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阿洛伊斯却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下次记得避开人。”紧接着，阿洛伊斯说出了一句让瑞秋彻底心凉的话，他说：“反正李科也活不了多久了。”阿洛伊斯拿出一个蓝色小瓶子，递到了雷娜手里，还特意嘱咐：“这事儿绝对不能让瑞秋知道。”躲在暗处的瑞秋整个人都僵住了，那瓶子里到底装了什么？雷娜还在那儿打包票，说自己一直很小心，绝对没引起怀疑。可阿洛伊斯却提醒他，千万别小看瑞秋，一个精通医理的人，肯定也一眼就能认出毒药。毒药！瑞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最信任的2个人竟然在背后商量这种事。就在他心乱如麻的时候，脚下不小心踩到了枯树枝，咔嚓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阿洛伊斯立刻警觉起来，谁在那儿？这下藏不住了，瑞秋直接从阴影里走出来，3个人就这样在大半夜的后院对上了眼。既然被撞破了，阿洛伊斯倒是一点不慌，还想拿伙食当借口搪塞过去。瑞秋又不傻，李科身上那些奇怪的红点，病历上根本没写过，这哪是生病，分明是有人在饭菜里动了手脚。他盯着阿洛伊斯，一字一顿地问：“你是不是给李科下毒了？”瑞秋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孩子下死手？可话还没说完，阿洛伊斯就冷冷地喊了他的名字，这一声喊得人心底发凉。阿洛伊斯直接冲上来，把他死死按住。看这架势，他是打算连瑞秋也不放过了。曾经那些温馨的承诺，现在听起来简直讽刺到了极点。阿洛伊斯以前总说要和瑞秋还有李科3个人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真相远比这残酷的多。他从头到尾想要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安稳日子，而是要吞并整个勒罗巴家族，把所有的家产都抢到手。既然秘密已经守不住了，阿洛伊斯也懒得再演戏。他看着倒在眼前的瑞秋，语气冷得让人打哆嗦，直接宣判了他的死刑。这一声再见，彻底断送了2人所有的幸福。他甚至还带着那种虚伪的笑，管瑞秋叫亲爱的未婚妻。瑞秋到死都想不明白，这个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怎么能狠心到这种地步？阿洛伊斯这会儿也不装了，既然都要没命了，那就干脆让他死个明白。原来当初给瑞秋和李科下毒，全都是他指使女仆雷娜干的，甚至连未婚夫也只是他用来吞并家产的棋子。瑞秋还想叫一声哥哥，可阿洛伊斯根本不打算收手。他原本想等瑞秋结了婚再杀人，结果现在计划全搞砸了。他把这笔账全算在了雷娜头上，直接下令让雷娜赶紧补刀，把尸体藏好，千万别让人发现。这深更半夜的，瑞秋已经彻底没路可逃了。阿洛伊斯交代完最后一句，就这么消失在了黑夜里。瑞秋这会儿已经快不行了，脑子里全是以前的画面。他跟阿洛伊斯从小一起长大，本以为这世上没人比他更了解哥哥，结果到头来全是错的。最后对自己下死手的竟然就是他。要是自己今天真死在这，那生病的李科肯定也活不成。这让他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天，父母为了给李科治病，决定去危险的森林里找药，临走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让瑞秋一定要看好弟弟。瑞秋现在心里全是愧疚，他答应过父母要照顾好李科，可现在自己都要没命了，这个承诺终究还是没能兑现。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哪怕再多给他一点点时间，只要能把李科安顿好，让他做什么都行。这种地方怎么能是他的终点？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在荒郊野外，更不甘心让那些害他的人继续逍遥快活。意识越来越模糊，瑞秋最后想的是，如果老天爷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一切重新开始，他绝对不会再活得这么窝囊。谁能想到，这最后的一点念想，竟然真的让奇迹发生了。瑞秋猛地睁开眼，刚才那种快要断气的感觉竟然全消失了。难道是有人救了他？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劲，刚才明明伤得那么重，现在身上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甚至连衣服都换成了睡裙。瑞秋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还在那片黑漆漆的森林里。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里绝对不能久留。这大半夜的森林里可是有怪物出没的，要是再不赶紧离开，恐怕刚捡回来的命又要丢了。瑞秋想赶紧逃命，可这林子里的怪物早就盯上他了。这一跤摔得真不是时候，眼看怪物扑了过来，这下彻底没救了。就在这保命的关头，一道白影刷的闪过，那怪物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直接劈成了2半。救他的人竟然是吉斯兰，瑞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个男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吉斯兰救完人，回头这一眼，杀气还没散干净。吉斯兰冷冷地问：“大半夜在森林里乱晃，你是活腻了吗？”这双红色的眼睛，分明就是传闻中那个冷血公爵。吉斯兰盯着他，你看起来很可疑。还没等瑞秋反应过来，吉斯兰已经逼到了跟前。他继续追问：“你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在这里干什么？”瑞秋支支吾吾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全。吉斯兰显然没耐心听他编故事，他直接对旁边的守卫下令：“够了，把他送回去。”旁边的人告诉瑞秋，这位就是吉斯兰公爵，他是国王的表弟，也是唯一一个拥有红色眼睛的幸存者。因为杀起怪物来从不手软，才得了这么个吓人的名号。可这根本不可能啊！瑞秋记得清清楚楚，1年前大家都说他因为怪病已经死了，一个早就该没命的人，现在竟然活生生站在眼前，还救了自己的命。这事儿
怎么想都不对劲。看着眼前这个正在擦肩的男人，瑞秋半天没回过神来。旁边的守卫赶紧过来问：“小姐，你是不是哪儿受伤了？”瑞秋摇了摇头，比起身上的伤，这个死而复生的公爵才是最让他想不通的。瑞秋赶紧道谢，刚才确实被吓得不轻。他自我介绍说：“我叫瑞秋，勒罗巴。”守卫一听这名字，立马反应过来，这不是侯爵家的那位小姐吗？可看着她光着脚的样子，守卫心里直犯嘀咕：堂堂大小姐怎么连鞋都没穿？这林子里到处是危险，守卫也没多耽搁，打算先带她离开这鬼地方。一路上，守卫试探着问：“大半夜的，您怎么会在森林里迷路？”瑞秋摇了摇头：“我也说不清楚，一睁眼就在这儿了。”守卫听得一头雾水，心想这位大小姐该不会是有梦游的毛病吧？等走到了城门口，瑞秋看着满大街挂着的皇室旗帜，心里咯噔一下，这阵仗应该是为了庆祝什么大日子。可瑞秋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守卫：“那我能问个奇怪的问题吗？”瑞秋指着那些旗帜问：“那是什么旗子？”守卫随口答道：“那是为了庆祝国王登基5周年，估计这1个月城里都会这么热闹。”这话一出，瑞秋整个人都愣住了。登基5周年，那分明是2年前的事了。一个念头冒了出来，难道自己这是重生回到了过去？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切都还来得及。瑞秋顾不上别的，转身就往家里跑。刚到门口，雷娜救急急忙忙迎了出来，还没等他说话，一个小身影就先冲了过来。李科大声喊着：“姐姐，你到底跑哪去了？”看着眼前的李科，瑞秋一把将他搂进怀里，这真的不是在做梦，能再见到他真是太好了。旁边的佣人们都看傻了，李科也是一脸懵，一边拍着姐姐，一边问：“你怎么突然就不见了？”瑞秋没回答，反而没头没脑的问了一句：“李科，你今年多大了？”李科觉得姐姐今天怪怪的，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我10岁啊，而且明天就是你20岁生日了。20岁生日，那不就是一切悲剧开始的前一天？”瑞秋没再多解释，只说自己是做了个噩梦。不过没关系，既然老天给了重来一次的机会，那这一次谁也别想再动他的家人。送走了守卫，瑞秋一刻也没耽搁，直接把自己关进了书房。他翻开桌上的研究记录，这些内容确实和2年前的情况一模一样。那种被人从背后捅刀子的疼，他到现在都还清清楚楚。瑞秋看着自己的双手，既然回到了悲剧发生前，那这一次他绝对有时间把所有错位的人生都掰回来。同样的错，他绝对不会再犯第2次。就在瑞秋筹划未来的同时，另一边也没闲着，吉斯兰正独自待在房间里，手下突然推门进来汇报。手下低声说：“吉斯兰大人，查清楚了，刚才提到的那位小姐就是勒罗巴侯爵家的瑞秋。”听到这个名字，吉斯兰愣了一下。勒罗巴。转眼间日子就到了这一天，瑞秋正一个人坐着喝茶，看起来挺悠闲，其实心里早就在盘算接下来的路了。就在这时候，李科兴冲冲地跑了进来，手里还捧着个大礼盒，笑着说：“姐姐祝你20岁生日快乐。”瑞秋接过礼物，李科这孩子确实有心，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支精致的玻璃笔。李科赶紧解释，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专门找工坊定制的宝贝。瑞秋收下这份心意，这重来一次的人生总算有了个温馨的开头。李科送完礼物，说：“老师马上就要到了，得赶紧去上课。”瑞秋看着他跑远的背影，心里越来越确定了，这场景和记忆里一模一样。李科先送了这支笔，然后接下来就该轮到那个人出场了。果然，瑞秋正出神呢，身后突然伸过来一只手，把他吓了一跳。阿洛伊斯贴在他耳边，笑着问：“是不是有人抢先一步把礼物送出去了？”瑞秋没好气的抱怨：“阿洛伊斯哥哥，你这样真的会吓死人。”阿洛伊斯赶紧笑着赔不是，顺手递上一个紫色礼盒，轻声说了句：“生日快乐。”阿洛伊斯看他不太对劲，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了？”瑞秋赶紧回过神来，说：“没什么。”他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现在的阿洛伊斯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跟自己相处呢？瑞秋一边道谢，一边试探着问：“我现在能拆开看看吗？”盒子一打开，果然是一条珍珠项链，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看来事情的发展完全没偏离原来的轨道。瑞秋心里很清楚，要是再不采取行动，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才是真正的重头戏。阿洛伊斯接着说：“那些长老们最近闹得挺凶，都在催着定下家族会议的日子，你想怎么安排？”这所谓的家族会议可是王国里的一件大事，由2大公爵领头，带着10个侯爵家族，每年都要聚在一起商量提案。说白了，这就是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的修罗场。说起这勒罗巴家族，以前只是一门心思搞研究，对权力根本没兴趣。可自从父亲去世后，那些亲戚就开始变了嘴脸，一个个只想者捞好处。阿洛伊斯看瑞秋不说话，以为他是在为这些烂事发愁，赶紧安慰说：“没事的，只要交给我去办，很快就能处理好。”瑞秋听着这些话，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他太清楚了，如果一直躲在别人身后，这辈子都别想翻身。瑞秋抬起头，语气坚定地告诉阿洛伊斯：“哥哥，总让你替我操心，我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这次我想亲自去面对那些长老。”阿洛伊斯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瑞秋会这么说，他感叹道：“瑞秋，你真的长大了，感觉一下子成熟了好多。”瑞秋嘴上说着还要多努力，心里却在不停地打鼓。他必须得藏好自己的心思，绝对不能让阿洛伊斯察觉到异样。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男人早就不是那个能依靠的表哥了，只要自己稍微不顺他的意，他绝对会毫不犹豫的要了自己的命。就在瑞秋和阿洛伊斯说话的时候，雷娜推门走了进来，说是外面送来的生日礼物，已经快把门口给堵死了，问瑞秋打算怎么处理。看着满屋子堆成山的礼盒，瑞秋也觉得挺头疼。阿洛伊斯倒是挺积极，主动提出要帮他一起看看。瑞秋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忍不住犯嘀咕，以前每到这个时候，
求婚信和礼物就像雪片一样飞过来。可他心里很清楚，这些人哪是看上了他，分明是盯上了勒罗巴家族的家产，想从他这个孤女身上捞点好处。就在瑞秋出神的时候，阿洛伊斯突然伸手一把搂住了他的肩膀，这动作看着亲密，却让人感觉不到半点温度。阿洛伊斯笑着说：“瑞秋这么聪明，肯定不会被这些小恩小惠给骗了，对吧？”他脸上虽然挂着笑，可那眼神里透出的寒意，看得人心里直发毛。这哪是在夸奖，分明是在警告。见瑞秋没说话，阿洛伊斯转头吩咐雷娜，先把这些东西通通锁进仓库，等以后有空了再慢慢处理。看着阿洛伊斯这副反客为主的样子，瑞秋心里更冷了。看来在这个家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人？阿洛伊斯心里早就有了定论，这就是他剥夺我选择权的方式吧？口口声声说要帮我挡掉那些坏人，可他凭什么觉得他自己就不在那些坏人的名单里呢？阿洛伊斯交代完这一切，摆摆手准备离开，说自己还有事要先走一步。看着他走远，瑞秋转头吩咐雷娜，先把这些礼物搬到我房间去，就算最后要处理掉，我也得先给人家写封感谢信。接着他又找了个借口，说要去实验室忙一会儿，剩下的事就全交给雷娜了。瑞秋盯着那盒珍珠项链，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既然阿洛伊斯想玩控制游戏，那他就要换个地方，好好筹划一下接下来的反击了。瑞秋独自待在实验室里，脑子里全是前世的记忆。按照原本的剧情，接下来的家族会议上，他会被那群长老逼着从家族内部选一个结婚对象，而这正是阿洛伊斯计划的开始。阳光明媚的午后，阿洛伊斯坐在秋千上，一副设身处地为瑞秋着想的样子。他说：“我明白，你肯定不想让婚姻耽误了研究。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干脆利用我呢？”阿洛伊斯提议，只要先办个正式的订婚仪式，就能堵住那些人的嘴，而且现在最要紧的是治好里克的病。当时的瑞秋对他没有半点怀疑，就这么傻傻的牵住了他的手。可结果呢？谁能想到，这个口口声声要保他的未婚夫，才是那个最想吞并了罗巴家族的幕后黑手。瑞秋盯着手里的蓝色药瓶，心里越想越不对劲。当初里克的病情突然恶化，刚好就在他研制出缓解药物之后。看来阿洛伊斯是怕他真把人治好，才急着要在研究出结果前，先把里克这个绊脚石给除掉。上辈子花了1年才做出来的药，现在就稳稳地握在他手里。既然重活一回，他绝不会让悲剧重演。这次他不仅要保住里克，还要亲手撕碎阿洛伊斯的伪装。瑞秋推门走出去，正好撞见雷娜正对着那盒首饰发呆，那是阿洛伊斯送来的珍珠项链。瑞秋故意问了一句：“打扫完了吗？”雷娜吓得赶紧把盒子扣上。瑞秋看着雷娜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心里全明白了，原来阿洛伊斯早就布好了局，连雷娜那点少女心思都成了他手里杀人不见血的刀。这下事情可真变得复杂了。瑞秋看着雷娜，故意夸她眼光好，还顺势把以后管理首饰的活儿全交给了她。其实瑞秋心里恨不得立马把这个内鬼踢出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万一打草惊蛇，反而会让阿洛伊斯起疑心。当务之急是得想办法让雷娜离里克远点，绝不能让他再有机会下手。瑞秋坐上马车出了门，回想起上辈子的惨状，阿洛伊斯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把他们兄妹俩玩弄于股掌之间。想要彻底摆脱那个男人，还有背后那些虎视眈眈的长老，瑞秋心里很清楚，光靠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他必须得找个盟友。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德高到让勒罗巴家族都望尘莫及，而且还得是个懂行的人，能理解他那些研究的价值。放眼整个帝国，符合这种条件的人恐怕也就只有那一个了。马车缓缓停在宏伟的宫殿前，瑞秋深吸一口气，走下了车。能不能翻盘，就看这一回了。手下的话还没落地，瑞秋就已经带着预约信准时出现在了大门口。他这次来就是要见那个能帮他翻盘的人。进了这间屋子，就等于踏进了权力的中心。没等多久，正主就露面了。吉斯兰公爵就是瑞秋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瑞秋赶紧起身行礼，开口第一句话就提到了昨晚的事。他说：“公爵大人，多谢您昨晚救了我，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话虽然说的客气，但瑞秋心里清楚，光靠报恩可留不住这位大人物。吉斯兰听完这番话，连头都没抬一下，直接下了逐客令。既然谢也谢过了，那就请回吧。谁能想到瑞秋根本没打算走，反而说自己还有个不情之请。吉斯兰这下有点不耐烦了，觉得这女人真是得寸进尺。瑞秋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抛出点狠的，今天这扇门他就白进了。他豁出去了，对着吉斯兰大声喊道：“公爵大人，请跟我结婚吧！”这话一出口，整个屋子都安静了。吉斯兰活了这么久，估计也是头一回被一个刚见面的女人当众求婚。别看吉斯兰贵为公爵，还是国王最信任的守护者，但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个怪物。就因为那双红眼睛，他只能整天躲在头盔后面，连社交场合都不敢露面，结果被传成了嗜血的恶魔。这种名声传出去，哪家姑娘敢往火坑里跳，大家都对他避之不及。这婚事根本没人敢提。可瑞秋偏偏不信邪，他当众大声喊道：“请和我结婚吧！”这下轮到吉斯兰傻眼了，他这辈子都没想过，居然有人敢主动送上门来，这事儿可真是闹大了。瑞秋心里很清楚，现在绝对不能怂，他急需一个靠山，而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唯一的选择。可吉斯兰根本不买账，冷冰冰的甩出一句：“你太麻烦了，赶紧滚回家去。”瑞秋还是不肯死心，他觉得这男人既然能在森林里救人，心肠肯定坏不到哪去。他追着喊道：“公爵大人，您先听我说完啊！”这一句话彻底把吉斯兰惹毛了，他直接把瑞秋逼到了死角。吉斯兰冷冷地问：“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瑞秋还没来得及解释，吉斯兰就直接把路堵死了。他最后警告道：“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现在立刻给我消失！”瑞秋急忙拦住他：“公爵大人，请等一下，我弟弟和你一样，也患有这种红眼病。”这下吉斯兰没法淡定了，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怪物，没想到居然还有别人，但他还是冷着脸回了一句：“那又怎么样？这跟我没关系。”他觉得这根本不算理由，难道就因为眼睛颜色一样，咱们就要坐下来套近乎？瑞秋可不是来攀亲戚的，而是带着筹码来谈合作。瑞秋盯着公爵的眼睛说：“只要公爵大人愿意点头，我绝对能派上大用场。”听到有用这两个字，吉斯兰直接气笑了。可瑞秋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女人。原来勒罗巴家族一直都在秘密研究药理学，甚至还涉及到了怪物领域。瑞秋拿出了杀手锏，他继承了父母留下的研究，虽然现在还没法彻底根治，但他手里已经有了能缓解发病痛苦的特效药。看着吉斯兰没说话，瑞秋试探着问了一句：“您的病情是不是又加重了？平时身体一定很难受吧？”这话直接戳到了吉斯兰的痛处，他脸色一沉：“这事儿轮不到你来操心。”瑞秋心里藏着一个大秘密，在他的记忆里，吉斯兰1年后就会没命，现在的他肯定每天都在忍受非人的折磨。瑞秋诚恳地看着他说：“公爵大人，为了我弟弟，我一定要把这种病的解药研发出来，所以我需要您的支持。”吉斯兰听完更纳闷了，要支持可以，但为什么要用结婚这种方式？如果只是为了搞研究，他大可以砸钱赞助，根本没必要把两个人的下半辈子绑在一起。瑞秋摇了摇头，钱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他现在最缺的其实是一个能护住他的人。瑞秋无奈的坦白，家里那帮亲戚正盯着家产蠢蠢欲动，他们想逼我随便找个人嫁了，到时候我的研究肯定会被强行叫停。说到这儿，瑞秋的语气变得非常沉重，因为那帮人根本就不想让我弟弟活下去。吉斯兰这下全明白了，勒罗巴家族富可敌国，手里还攥着那么多药理专利，盯着这块肥肉的人恐怕早就排成长队了。一个没出嫁的姐姐带着一个重病的弟弟，在那些贪婪的亲戚眼里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瑞秋抬起头，眼神里全是决绝，这已经不是在谈生意了，而是在赌命。吉斯兰总算松口了，说他明白瑞秋为什么找上门。瑞秋觉得这事儿有戏了，以为这桩婚事稳了，结果吉斯兰话锋一转，说他还没打算答应，只是觉得可以再听听看。这男人还真是够谨慎的。瑞秋赶紧趁热打铁，只要公爵大人愿意点头，不仅他的研究能保住，连公爵的病也有救了，这可是他手里唯一的筹码。现在情况很紧急，他私下接触公爵的事，家里那帮亲戚肯定已经收到了风声，要是动作不快点，后果不堪设想。既然要赌，那就干脆赌个大的。瑞秋直接发出了邀请，要是您愿意接受，3天后的王室舞会，能不能陪我一起出席？吉斯兰一听王室舞会这4个字，整个人都不好了。瑞秋当然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这位公爵大人向来远离社交界，可如果不趁现在把关系公开，家里那帮亲戚肯定会跳出来捣乱。其实瑞秋心里比谁都清楚，那双红眼睛一旦出现在人前，会招来多少难听的话。这种被人当成怪物盯着看的滋味，吉斯兰早就受够了，所以就算他现在当场翻脸，瑞秋也完全能理解。吉斯兰现在是一个字都不想多听，他扶着额头下了逐客令，说自己头疼的厉害，让瑞秋赶紧走人。瑞秋也没打算死缠烂打，既然话已经带到了，他起身准备告辞。临走前，他特意留下了一小瓶药水，这可是他手里最有分量的诚意，能不能成，就看吉斯兰愿不愿意试这一把了。瑞秋走后，吉斯兰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桌上摆满了酒瓶，可这些酒精根本压不住他身体里的那股邪火。他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瑞秋留下的那瓶药水就这么静静地放在酒瓶中间，像是在无声地嘲讽他。吉斯兰咬着牙，心里全是怀疑，那个勒罗巴家的女孩难道真的看穿了他的秘密？这绝对不可能，他的病连最顶尖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一个养在深闺的大小姐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可瑞秋临走前那句求婚就像魔咒一样，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结婚对他这种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在这时，身体里的痛苦再次翻江倒海地袭来，吉斯兰终于撑不住了，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酒瓶。吉斯兰现在只能靠酒精硬扛，可这身体里的火哪是几瓶烈酒就能浇灭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种清醒的日子没几天了，早晚会被那股疯狂彻底吞掉。既然注定要变成怪物，那个叫瑞秋的女人到底在图什么？难道她真的不怕死吗？一转眼3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勒罗巴家的宅邸里今天可是热闹得很。瑞秋已经换好了华丽的礼服，今晚就是王室舞会的日子，她这副盛装打扮显然是准备要去冲锋陷阵了。雷娜在一旁有点纳闷，这么仓促的舞会，小姐到底要跟谁一起出席？瑞秋面上稳如泰山，心里其实也在打鼓。雷娜是不是已经私下联系了阿洛伊斯？毕竟这次进攻的计划完全不在原本的日程表上。说白了，吉斯兰到现在还没露面，眼看出发的时间就要到了，瑞秋心里也开始犯嘀咕：难道那天提的要求真的让那位公爵大人为难了？现在绝对不能慌，虽然他已经想尽了所有退路，但除了吉斯兰，这局棋根本没法往下走。就在这节骨眼上，外面突然传来了动静，是马车的声音。仆人赶紧跑过来报信，说有贵客登门。瑞秋提着裙摆走到楼梯口，往下这么一瞧，还真让他给等到了。吉斯兰就这么大摇大摆地站在大厅正中央，看他这副盛装出席的样子，这局棋总算是能接着往下下了。舞会开始的前一个晚上，国王正等着吉斯兰呢。他晃着酒杯说：“信我已经看过了，真没想到，居然有人会主动找你求婚。吉斯兰这次过来就是想听听国王的意思。”国王问：“对方是勒罗巴家族的女儿吧？”
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吉斯兰回答，结婚这种事我压根就没考虑过，之所以特意跑来汇报，是因为这件事牵扯到了那个红眼病。5年前那场灾难，勒罗巴家族损失惨重，到处都是怪物。吉斯兰放不下这件事，是因为当年的疑点太多了。虽然这些年一直在清理，但那场灾难其实到现在还没结束。国王一边晃着酒杯一边说，他早就怀疑勒罗巴家族和当年的灾难脱不了干系，毕竟这家人一直神神秘秘的。他直接给吉斯兰出了道题，要是命令他借着结婚去调查，他会怎么选？吉斯兰还真就找上门了。雷娜在后头看着，心里估计也在纳闷。瑞秋问他怎么突然过来了，吉斯兰倒是挺淡定，反问他理由真的重要吗？看这架势，瑞秋觉得这门亲事稳了。虽然还摸不透吉斯兰在想什么，但只要他肯点头，这局棋就算盘活了。吉斯兰这动作也太快了，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直接一把搂住了瑞秋，这下可把旁边的雷娜看傻了，这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啊？马车在月色下飞驰，吉斯兰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让瑞秋戴上里面的首饰。瑞秋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妖精之光？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宝，它是公爵府代代相传的宝贝，当初吉斯兰的母亲出嫁时才从皇室带到了公爵家，这分量可想而知。瑞秋看着这串项链，心里直打鼓，这东西实在是太贵重了。吉斯兰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底代表了什么？吉斯兰把话挑明了，只要这串项链一露面，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全天下都会知道瑞秋就是未来的公爵夫人。这可是一张单程票，一旦戴上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吉斯兰最后确认了一次，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毕竟除了瑞秋，恐怕也没人有这个胆量敢主动找他这个红眼病求婚。但在踏出这一步之前，吉斯兰还有个底线要交代。他冷冰冰地甩出一句话，他这辈子压根就不相信什么爱情，就算以后成了夫妻，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他会配合瑞秋的所有行动，但除了合作，瑞秋最好别对他抱有任何期待。瑞秋心里很清楚，既然这辈子注定得不到像父母那样纯粹的爱，那他就要做一个对吉斯兰最有用的合作伙伴。随着大门推开，悠扬的乐声响彻整个大厅。这两人一露面，原本热闹的会场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大家的目光全锁死在他们身上。那双标志性的红眼睛，除了吉斯兰公爵，还能有谁？而他身边那位，显然就是勒罗巴家族的大小姐了。瑞秋小声调侃：“公爵大人，您这魅力可真不是盖的，全场的注意力全被您勾走了。”吉斯兰倒是见怪不怪，他觉得这些人盯着他，纯粹是因为他的身份和地位。瑞秋却在心里偷笑，这帮名媛小姐们恐怕是被公爵这张脸给惊着了。毕竟谁也没想到，传闻中的怪物竟然长得这么帅。戏台子已经搭好了，吉斯兰带着瑞秋径直走向了最高处的王座。坐在王座上的这位，正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瑞秋大大方方地行了个礼，正式向国王陛下亮出了身份。国王显然对这位未来的公爵夫人非常好奇，毕竟他那个性格古怪的表弟居然会突然宣布要结婚，这消息简直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离谱。底下的人这下全炸锅了，大家盯着瑞秋脖子上的项链，那可是公爵家的传家宝，这下婚约的事算是彻底垂死了。国王倒是挺会给面子，只夸瑞秋有本事，能把吉斯兰这种从不露面的人给带到这种社交场合来，甚至还当众送上了订婚祝福。瑞秋和吉斯兰并肩而立，这出戏演到这里，第一步算是稳稳当当的走完了，但真正的麻烦恐怕还在后面等着呢。瑞秋看着身边的吉斯兰，心里还在犯嘀咕，真没想到国王这么轻易就认可了这门婚事，看来这位公爵大人的面子比他预想的还要大。还没等他松口气，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瑞秋！”这声音一响，瑞秋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很清楚，现在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来人语气里带着几分埋怨，说：“瑞秋太不够意思了，这么大的订婚消息，居然连他这个当哥哥的都瞒着。”瑞秋回头一看，果然是阿洛伊斯。他嘴上说着一直把瑞秋当家人，甚至还装出一副被这个惊喜吓到说不出话的样子。瑞秋看着眼前的阿洛伊斯，轻轻喊了一声哥哥，但这兄妹重逢的戏码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算计，恐怕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了。瑞秋大大方方地介绍：“这是我的远房表哥阿洛伊斯子爵。”阿洛伊斯也赶紧打招呼：“见过公爵大人。”可他话里话外全是试探，埋怨瑞秋不该自作主张，甚至还想打听两人到底是怎么认识的。瑞秋心里冷笑一声，看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这家伙的监视之下。他随口编了个英雄救美的故事，说是在森林里被怪物袭击，刚好被公爵给救了。这一通胡编乱造，把旁边的吉斯兰都听愣了。这是打算让他配合演戏？吉斯兰反应极快，既然国王都点头了，哪轮得到别人在这儿指手画脚？他直接把话挑明，现在该听的是祝福，而不是这些废话。阿洛伊斯这下没话说了，只能硬着头皮道喜，然后灰溜溜的转身离开。别看阿洛伊斯走得干脆，他临走前那个眼神，明显是把这笔账记下了。吉斯兰这会儿也没闲着，他盯着身边的瑞秋，显然是还没从刚才那个离谱的英雄救美故事里回过神来。还没等两人私下对词，国王身边的侍从就找过来了，说是陛下有请，要介绍几位外国贵宾给公爵认识。这种大场面，瑞秋可不想跟着去凑热闹，他赶紧找了个补妆的借口，打算先从这风暴中心撤出来。吉斯兰也没多说什么，嘱咐了两句就跟着侍从走了。这下总算能分开行动了。看着吉斯兰走远，瑞秋这才敢松一口气，刚才那场戏演的真是比上战场还累人。
他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走廊。既然国王已经当众点了头，阿洛伊斯那帮人就算再不甘心，现在也没法反悔了。瑞秋这会儿心里正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肯定能顺风顺水，可谁能想到这走廊里居然还藏着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手就唰的一下伸了过来。瑞秋被这股力道直接按在了墙角，这下麻烦大了，在王宫这种地方，谁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动手？等他看清对方的脸，瑞秋彻底没话说了。怎么会是你？瑞秋这下彻底懵了。丹尼斯，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丹尼斯可没安好心，他一直盯着瑞秋家的家产，做梦都想取代她丈夫的位置。可是，在瑞秋的印象里，他明明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今天怎么敢干这种事？还没等瑞秋想明白，丹尼斯反倒先吼了起来：“瑞秋，该解释的人是你才对！”丹尼斯这会儿简直像疯了一样，他指着瑞秋大吼，说她居然敢嫁给那种危险的男人，简直是不可理喻。这话听得瑞秋心里一沉，明明理科也有这种病，丹尼斯居然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闹了半天，丹尼斯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说瑞秋的丈夫本来就该从家族内部选，也就是在暗示他自己。瑞秋听了只觉得可笑，就是因为不想嫁给家族里的人，尤其是像丹尼斯这样的，他才宁愿选择外人。瑞秋没打算跟他继续吵，他冷冷地回了一句：“丹尼斯，该冷静的人是你，有什么话等天亮了再说。”丹尼斯根本没打算走，他直接扑了上来，把瑞秋死死按在地上。丹尼斯冷笑着说：“瑞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这可是私密房间，没人会来救你。”瑞秋这下全明白了，这家伙是故意的，他想制造丑闻，好逼自己就范。瑞秋拼命挣扎，让他放手，可丹尼斯越抓越紧，他还厚着脸皮说：“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会让你过得很舒服。”瑞秋拼尽全力大喊：“不要！”可在这深更半夜，谁能听见他的求救？丹尼斯这会儿已经彻底撕破脸了，他一边死死按住瑞秋，一边冷笑着威胁：“现在喊救命已经晚了，只要今晚这事儿传出去，你那个婚也就别想结了。”就在瑞秋快要绝望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你们在干什么？”瑞秋抬头一看，整个人都懵了，竟然是吉斯兰。偏偏在这个时候，让他看到了自己最狼狈的样子。可丹尼斯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居然还敢厚着脸皮挑衅，说：“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正忙着呢。”这下是真的踢到硬骨头了。吉斯兰那双红眼睛里全是藏不住的杀气，敢在他面前动瑞秋，丹尼斯这回是彻底活到头了。吉斯兰二话不说，直接掐住丹尼斯的脖子，冷冷地问：“明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你还敢动这种歪心思？我看你是活腻了。”瑞秋还没来得及劝，吉斯兰手一甩，直接把丹尼斯从阳台扔了下去。这下世界总算清静了。吉斯兰回头看了看瑞秋，语气缓和了些：“放心吧，这高度摔不死他。不过他刚才那一嗓子，估计很快就会有人过来了。”比起那个烂人，吉斯兰更在意瑞秋的情况。他脱下外套披在瑞秋身上，轻声问了一句：“你没事吧？”这温柔的疑问让瑞秋彻底破防了。吉斯兰居然真的在担心自己。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外面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吉斯兰立刻警觉起来，说有人过来了，看来有人是铁了心要毁掉这场婚约。就在瑞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吉斯兰突然凑了过来，他示意瑞秋别出声，接下来的事交给他。门被猛地推开，阿洛伊斯冲了进来，他大喊着瑞秋的名字，质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可当他看清屋里的情况，整个人都僵住了。吉斯兰正把瑞秋按在身下，这画面怎么看怎么暧昧。瑞秋心里很清楚，阿洛伊斯出现的太准时了，简直就像是掐着点来的。可现在丹尼斯已经不见了。阿洛伊斯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说：“吉斯兰，你这也太不像话了，还没结婚呢，怎么能在这儿乱来？”吉斯兰连头都没回，只是冷冷地甩出一句：“你不过是个分家的子爵，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宽了？”这一句话直接把阿洛伊斯的嘴给堵死了。就在这时候，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原来是有人发现了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丹尼斯。这下场面可真是乱成一锅粥了。可吉斯兰根本没打算留下来解释，他一把抱起瑞秋，动作那叫一个干脆利落，还贴心地提醒他腿上有伤就别乱动了。他就这么当着阿洛伊斯的面大摇大摆的把人带走了，只留下阿洛伊斯一个人在原地。这口气他怎么可能咽得下去？瑞秋靠在吉斯兰怀里，小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会来找我？”按理说吉斯兰这时候应该在陪国王才对，可他偏偏就出现了。其实就在刚才，吉斯兰刚从大殿出来，正好撞见了阿洛伊斯，对方那副阴阳怪气的笑，摆明了就是没安好心。吉斯兰一眼就看穿了，这背后肯定有猫腻，所以他才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总算是在出事前把瑞秋给救了下来。至于那个倒霉蛋丹尼斯，现在正满身绷带躺在床上，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是必胜的局，怎么最后把自己给玩废了。阿洛伊斯冷冷地看着病床上的丹尼斯，让他别在这儿发那些没用的脾气。丹尼斯这下彻底炸了，这跟当初说好的根本不一样。明明是阿洛伊斯亲口保证能轻而易举地把瑞秋从公爵身边抢走，结果现在倒好，瑞秋没抢到，自己还差点把命搭进去。阿洛伊斯根本没耐心听他废话，直接让他闭嘴，自己没本事就别往别人身上赖。看着丹尼斯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阿洛伊斯心里那股火烧得更旺了，尤其是想到瑞秋被吉斯兰带走的画面，他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气。既然瑞秋铁了心要逃出他的手掌心，那就别怪他翻脸无情了。既然得不到，那就大家一起下地狱吧。舞会才过去几天，阿洛伊斯就开始私下打听了，结果这一问才知道，连理科这个当弟弟的
都蒙在鼓里。李科也是一脸委屈，说公爵那天突然找上门，他自己都被吓得够呛，家里根本没人跟他通过气。阿洛伊斯这下全明白了，瑞秋肯定是掉进公爵的圈套了，这种强行定下的婚约背后绝对有猫腻。李科倒是觉得奇怪，问阿洛伊斯为什么要反对，毕竟能攀上公爵家的高枝，那不是全家都跟着沾光吗？阿洛伊斯看得更深，说咱们家真正值钱的是那些知识和背后的利益，要是这桩婚事成了，家族的底牌可就全保不住了。李科这下更不理解了，难道非要让姐姐随便找个家族里的窝囊废嫁了？阿洛伊斯被问得哑口无言，李科这孩子说话也是够直接的。他说，要是阿洛伊斯是因为喜欢姐姐才反对这门亲事，那他绝对举双手赞成。可现在这两个大人的状态，让他觉得处处透着古怪。瑞秋这会儿正往房间走，他心里还在纳闷，雷奈平时办事那么细心，怎么偏偏漏掉了阿洛伊斯过来的消息？这摆明了是故意给他腾地方。刚走到门口，瑞秋就听见李科在跟阿洛伊斯争论，这孩子竟然说外面那些想娶姐姐的人，其实都在盼着他早点死，好名正言顺的霸占家产。唯独那个公爵家因为什么都不缺，反而让他觉得姐姐嫁过去更安全。瑞秋怎么也没想到，李科小年纪竟然已经在考虑自己死后的事了。他再也听不下去，直接推门闯了进去。李科和阿洛伊斯都被吓了一跳，看着姐姐那副样子，李科小声问了一句：“你全都听到了？”李科小声说了句：“对不起。”这孩子显然是被瑞秋的样子吓到了。瑞秋没接话，而是转头看向了阿洛伊斯。瑞秋问阿洛伊斯哥哥：“你今天应该没什么急事吧？”阿洛伊斯倒是表现得很自然，他说：“咱们之间哪用得着这么客气？”瑞秋心里很清楚，李科刚才那些话太沉重了，绝对不能让这孩子继续担惊受怕。于是他主动提议：“哥哥，咱们去花园走走吧。”两人来到花园，瑞秋也不打算绕弯子了。他说：“我知道你是来劝我别嫁给公爵的，但我已经想好了，不管谁来反对，这门亲事我都决定了。”阿洛伊斯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嗜血的公爵？在他眼里，吉斯兰就是个只知道杀戮的疯子，就算没有那怪病，那男人也早就没救了。阿洛伊斯叹了口气：“瑞秋，我真的很担心你。”瑞秋没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远方，他心里其实早就有了别的打算。瑞秋突然开口：“哥哥，关于雷内的事，我想跟你谈谈。”阿洛伊斯愣了一下：“雷娜是谁？你是说那个棕头发的女仆吗？”看他这副反应，瑞秋心里更有底了。果然，阿洛伊斯一直在装傻，想把雷娜干的事撇得干干净净。瑞秋接着说：“雷娜最近好像偷了我的生日礼物，哥哥，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处理？”阿洛伊斯回答得倒干脆：“这还不简单，让他赔钱，然后直接把他赶走不就行了？反正只是个女仆而已。”瑞秋等的就是这句话。他说：“因为丢了东西，所以这段时间一直派人盯着雷娜，结果发现就在舞会那天晚上，雷娜竟然偷偷溜出家门，一路跑到了公爵的府邸。”瑞秋盯着阿洛伊斯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你说他到底是去干什么了？”阿洛伊斯还在那儿装傻充愣，他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还反问瑞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瑞秋可不打算给他留面子，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哥哥，你就是在利用雷娜监视我。那天晚上，雷娜急匆匆跑出去，正好就在你上马车前跟你碰了头，这事儿你还想怎么抵赖？”阿洛伊斯这下彻底急了，大喊着说是误会，还猛地一把抓住了瑞秋。瑞秋心里确实有点发毛，这种压迫感让他想起了以前，但他告诉自己别怕，现在仆人们都在附近看着呢，而且算时间，约好的那个人也快到了。就在阿洛伊斯要发疯的时候，救星总算到了。吉斯兰冷冷地丢下一句：“把手给我放开。”这气场一出来，阿洛伊斯刚才那股疯劲儿一下子就哑火了。吉斯兰盯着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警告，有什么不满直接冲他来，别动不该动的人。”阿洛伊斯自知理亏，只能灰溜溜的先撤了。等回了屋，管家还在那儿后怕，说还好公爵大人来得及时，不然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其实瑞秋心里早有盘算，他故意选在花园谈话，就是为了让吉斯兰能撞见。只是他没料到接下来的发展有点出乎意料，这位平时冷冰冰的公爵竟然没让仆人插手，而是亲自拿起了绷带，要给瑞秋处理手上的红肿。吉斯兰一边包扎一边轻声安慰：“别担心。”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样子，瑞秋这心里反倒变得更复杂了。吉斯兰一边熟练地缠着绷带，一边淡淡地说：“战场上受伤是家常便饭，这种小伤他处理起来最拿手。”瑞秋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看来这位公爵远比传闻中要温柔得多。就在这时，躲在角落里的小脑袋终于藏不住了。瑞秋笑着招招手：“李科，既然在那儿，就快出来打个招呼。”瑞秋大大方方地介绍：“公爵大人，这是我的弟弟李科。”李科这孩子平时就很有主见，他盯着吉斯兰看了半天，心里直犯嘀咕：这男人的眼睛竟然和自己一样，也是红色的。吉斯兰倒是没摆什么架子，主动伸出手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吉斯兰。”李科虽然年纪小，但气势上一点没输，他礼貌地回了一句：“你好，我是李科。”不过李科心里可没那么容易认账，他之前就跟阿洛伊斯放过狠话，就算对方是公爵，想这么轻易就把姐姐娶走，那也得先过他这一关才行。吉斯兰并没有把李科当成小孩子，他拿出了最正式的态度，直接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李科阁下，你愿意把姐姐嫁给我吗？”这下轮到李科拿主意了，他盯着吉斯兰看了半天，最后只提了一个要求：“只要你能发誓，这辈子
都会拼命保护好她。吉斯兰没有半点犹豫，给出了一个重如千金的承诺，就算豁出我这条命，也一定会守护好你的姐姐。这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就这样达成了男人之间的约定。这一握手，瑞秋的终身大事算是彻底定下了。看着他们相处的这么融洽，瑞秋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因为她知道一个残酷的秘密，在原本的命运里，这两个人最后都没能活太久。但既然现在他在这里，就绝对不会让那种悲剧发生，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改写这两个人的结局。大半夜的，雷娜竟然被扫地出门了，她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觉得不就是卖了点主家的旧东西，至于发这么大火吗？没地方去的她只能跑来找阿洛伊斯求助。这大门敲得震天响，看来是把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屋里的阿洛伊斯这会儿正心烦着呢，刚才在吉斯兰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让他意识到这位公爵大人可不是好惹的。既然明面上拦不住这桩婚事，阿洛伊斯只能先退一步，但这并不代表他认输了。阿洛伊斯这人心肠比谁都硬，面对门外走投无路的雷娜，他连面都没露，直接吩咐手下赶紧把门口的垃圾清理干净。在他眼里，没用的人连垃圾都不如。既然瑞秋已经抓不住了，那这些碍眼的烂摊子，他一个都不想留。日子过得飞快，转眼1个月就过去了。曾经那些闹心事儿，似乎都被时间给冲淡了。今天可是个大日子，瑞秋终于换上了洁白的婚纱，这一身打扮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吉斯兰查了一圈，没发现瑞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这事儿还没完，还是得防着点他的亲戚，所以他决定把李克留在身边。这其实是在给以后留后手，只要李克能活下来，以后肯定能撑起家业。父亲倒是挺看好这门婚事，还感叹你母亲要是知道了，肯定也会高兴。结果吉斯兰根本不领情，那个女人才不会在意这些，这母子关系看来挺僵啊。李克走上前叫了一声姐姐，这孩子能出现在婚礼现场，瑞秋心里总算踏实了点。瑞秋轻声说：“李克，谢谢你能鼓起勇气过来，毕竟这种大场面对个孩子来说确实不容易。”李克倒是挺懂事，姐姐结婚我怎么能不来呢？他看着旁边的吉斯兰，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既然公爵大人都能这么淡定，那我也不能丢了面子。吉斯兰伸手摸了摸李克的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小舅子了。结果李克这小鬼头当场就开始吐槽，我觉得你们这婚结的也太快了。瑞秋听完这话，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要不是时间不等人，谁想这么赶鸭子上架呀？瑞秋盯着吉斯兰看，心里却在犯嘀咕，按前世的剧本，这会儿他的病早该瞒不住了，可现在看着怎么跟没事人一样。要是照这个速度发展，1年后他恐怕就没命了。吉斯兰问他看什么呢？瑞秋赶紧把花咽了回去，催着赶紧把仪式走完。两人终于站到了神父面前，这大教堂的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神父挨个点名，问他们愿不愿意这辈子同甘共苦。这可是最后一道程序，两人异口同声答应了下来。这句誓言一出口，两人的命运算是彻底绑在一起了。神父最后走个程序，问有没有人反对这门婚事。台下的阿洛伊斯还有那帮亲戚，心里肯定是100个不愿意，但这时候谁敢跳出来触眉头？吉斯兰这回是真给面子，直接拿出了公爵家特有的冠冕，亲手戴在了瑞秋头上。瑞秋心里也明白，既然接了这顶帽子，以后就要做出点样来。合同一签，这事儿就算板上钉钉了。最后是证人签字环节，李克刚往前一站，底下那帮人就开始嘀咕了，说到底还是因为那双红眼睛，在别人眼里这就是个怪胎。这孩子躲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避开这些风言风语，可今天为了姐姐，他还是拿起了那支笔。李克这孩子今天表现得真硬气，顶着那些闲言碎语，稳稳当当地站在了姐姐身后。瑞秋看着懂事的弟弟，心里总算松了口气，这最后一步马上就要跨过去了。就在这时候，人群里走出来一位贵客，这位娜塔莉夫人可是正儿八经的公主出身，传闻里她美得不可方物。今天这一露面，全场都没了动静。她看了看眼前的局面，轻声说了句：“那就继续吧。”吉斯兰也没耽搁，示意神父赶紧走程序。随着神父最后一声宣告，这桩婚事总算是彻底成了。吉斯兰带着瑞秋走出大教堂，满大街都是祝贺的声音，但这豪门里的水可比表面上看起来深多了。吉斯兰特意嘱咐瑞秋说，他母亲娜塔莉夫人就那脾气，让他千万别往心里去。当儿子的都没想到，平时大门不出的母亲，今天居然会亲自露面。瑞秋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想起了那个传闻，在这地方，红眼睛被看作是不祥的病，当妈的要么觉得亏欠孩子，要么就干脆撒手不管，甚至还会产生怨恨。那娜塔莉夫人又是怎么想的？不管怎么说，这一世总算没出什么大岔子。人群里突然传出一声尖叫，这刚结完婚，难道又要出大事？谁能想到大白天的，城里竟然爆出了魔兽？这玩意儿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而且看这架势，摆明了是冲着瑞秋去的。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吉斯兰动了，他连武器都没用，单手就把这畜生给掐断了气。这身手确实够吓人，可救了人不但没落着好，底下的议论声反而更难听了。大家都在嘀咕，说吉斯兰不愧是流着恶魔之血的人，还说这两个被诅咒的人凑在一起，果然没好事。瑞秋心里也犯嘀咕，难道是有人故意捣乱，想给这桩婚事一个下马威？吉斯兰却摇了摇头，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毕竟还没谁有本事能随心所欲的操控魔兽。吉斯兰轻声问了一句：“咱们走吧。”瑞秋这会儿心里全是庆幸，以后他就能一门心思扑在研究上了。天色很快暗了下来，瑞秋正式住进了公爵府。可这豪门里的规矩比他预想的还要多，女仆们一拥而上，又是准备香油，又是撒花瓣，嘴里
还念叨着得选个公爵大人喜欢的味道，连发型都要按男人的喜好来，这哪是伺候洗漱，简直是在全方位大改造。等一切收拾妥当，瑞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脑子里嗡的一声，这架势难道是要准备洞房了？这下麻烦大了，府里的下人们肯定还不知道他和吉斯兰的这门婚事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瑞秋坐在床边，脑子里全是吉斯兰之前说的话。这场婚姻说白了就是一场交易。吉斯兰当时把话挑得很明，他说自己根本不相信爱情，就算结了婚，这事儿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只会履行契约上的义务，至于别的，让瑞秋想都别想。瑞秋当时答应的挺痛快，毕竟他要的也只是个名分。可就在这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这大半夜的，除了吉斯兰还能有谁？瑞秋这下彻底紧张了，说好的只是交易，他现在过来是要干什么？谁能想到吉斯兰竟然真的推门进来了？瑞秋这下彻底慌了，明明之前说好了只是交易，可看他这身打扮，摆明了是准备休息了。他一步步走近，瑞秋心里直打鼓，难道这家伙打算假戏真做？吉斯兰开门见山说想聊聊两人的以后，这气氛一下子就变了。瑞秋还没想好该怎么接这个话，结果吉斯兰看他没动静，居然自己先怂了，说明天再聊也行。说完转身就要走，这下瑞秋更不知道该不该留他了。吉斯兰刚想走，结果门居然打不开了，这下尴尬了。他试了好几次，门锁得死死的。吉斯兰对着门外大喊：“布里亚克，我知道你在外面，你这是什么意思？”瑞秋在一旁听明白了，布里亚克不是管家吗？看来吉斯兰根本没打算今晚留在这儿过夜，结果却被自己人给坑了。门外的布里亚克倒是一脸淡定，好不容易迎来了新娘子，哪有新郎第一晚就分房睡的道理？多亏他提前装了外锁，这下谁也别想走。布里亚克笑眯眯递到了晚安，直接把吉斯兰晾在了屋里。吉斯兰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被算计了。眼看门走不通，吉斯兰居然盯上了窗户，打算直接翻窗逃跑。瑞秋赶紧拦住他，这要是传出去，新郎官新婚夜跳窗逃跑，那两人的面子往哪搁？吉斯兰这下是真没招了。瑞秋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直犯嘀咕，原来传闻中冷冰冰的大公爵遇到这种事也会抓瞎。既然门被锁死了，瑞秋提议干脆等明天早上，管家自然会来开门。吉斯兰也只能点头答应。这下两人只能共处一。好在这床够大，瑞秋觉得只要个睡个的，应该出不了什么乱子。反正两人也没什么感情，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吉斯兰也想通了，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大方一点，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两人居然真的并排躺下了，吉斯兰甚至还淡定地看起了书。瑞秋看他冷静了不少，主动提起了刚才没说完的话题：“公爵大人，你刚才不是说有话要谈吗？”结果吉斯兰却放下了书。他突然提议，既然都结婚了，称呼也该改了，不然外人肯定会起疑心。瑞秋虽然有点害羞，但还是鼓起勇气改了口：“吉斯兰，那你以后也得改口叫我。”吉斯兰倒是答应的干脆，说以后也会换个称呼。结果转头就躺下继续看书，压根没叫出瑞秋的名字，这让瑞秋心里空落落的。为了打破尴尬，吉斯兰交代起明天的行程，他要去讨伐魔兽，让瑞秋自己先熟悉实验室，东西都已经按他的要求搬进去了。瑞秋礼貌地道了谢，可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还是他第一次跟家人以外的异性同处一室。虽然心里一直暗示自己吉斯兰现在也是家人了，可这种异样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夜深人静，连猫头鹰都睡了，可屋里却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动静。瑞秋本来就没睡踏实，这下彻底被惊醒了。他转头一看，旁边的吉斯兰状态很不对。瑞秋试探着叫了一声：“公爵大人。”结果吉斯兰根本没反应，整个人蜷缩在一起，看起来痛苦到了极点。瑞秋赶紧凑过去查看，这一看心都凉了半截，这分明是红眼病发作了，而且看这架势，病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瑞秋大声喊着吉斯兰的名字，让他一定要保持清醒，现在1秒钟都耽误不起，他必须马上行动。他赶紧翻出随身带的药箱，现在能救命的就只有这个了。瑞秋赶紧把药喂到嘴边，吉斯兰，快把这个喝了。可现在的吉斯兰根本听不进任何话，他猛地一挥手，直接把药瓶给甩飞了。这下瑞秋彻底慌了，手里就剩下这最后一支药，要是再喂不进去，吉斯兰这条命怕是保不住了。看着昏迷不醒的吉斯兰，瑞秋一咬牙，心里默默念道：“待会儿醒了，可千万别怪我。”他干脆自己喝下一大口药，直接俯身贴了上去，打算用这种方式把救命的药强行喂进去。药水顺着喉咙滑了下去，瑞秋一边喂药，一边在心里拼命喊着他的名字：“吉斯兰，你快醒醒！”就在这时，吉斯兰终于有了反应，他猛地睁开眼，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救我？吉斯兰这辈子从来没想过会有人真的担心他。小时候，身边的人靠近他，全是因为上面的命令，其实背地里都怕得要死，连亲爹都只告诉他，你必须变强，不然只会被人嫌弃。最后连亲妈也走了，说是为了大家都好，其实就是想离他远点。在外人眼里，他根本不是什么公爵，只是个流着魔族血脉的怪物。这些痛苦的回忆一下子全涌了上来，让他分不清到底是病更疼还是心更疼。就在他快要彻底沉沦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了瑞秋焦急的声音：“吉斯兰，你快醒醒！”谁能想到，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吉斯兰，这会儿竟然一把抱住了瑞秋，力气大得像是要把他揉进身体里。瑞秋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搞得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能感觉到吉斯兰的心跳正慢慢平复，看来刚才那口药总算起效了。虽然心跳稳住了，可吉斯兰身上还是烫得吓人，那股热气隔着衣服传过来，让瑞秋也跟着心慌意乱。瑞秋现在满脑子
都在想，要是吉斯兰知道刚才自己是怎么喂药的，估计得嫌弃死吧。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等天一亮就把昨晚的事全忘干净，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阳光洒进屋子的时候，吉斯兰终于彻底清醒了。他看着怀里睡得正香的瑞秋，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一觉醒来，两人的关系就变成这样了？昨晚吉斯兰烧得不省人事，瑞秋为了把药喂进去，那是真的一点退路都没留。现在倒好，那些断断续续的画面像潮水一样往脑子里钻。吉斯兰这下是彻底清醒了。看着怀里还没睡醒的瑞秋，他整个人都麻了。这到底算怎么回事？以后还怎么面对他？这要是传出去，他这个公爵的面子怕是得丢个精光。